尼罗河是埃及、苏丹等国的母亲河。尼罗河它供养了在埃及非常多的人口。自古以来，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它绝对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那在这上面呢，我们将会经过了伊斯纳水闸门哦，位于路克索南方的55公里处哦。因为这个上下游的水位高低不同，透过伊斯纳水闸注水或放水，船只呢就可以通行无阻。闸门呢会缓缓的开启，在靠近伊斯纳水闸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小摊贩哦，他开始呢划着船呢，一路上跟着你的船只走，为的就是卖下那一些浴巾啊，卖下他们这些东西有没有？全部都是埃及的哦。当然，他们可以说是全部都从同一个工厂呢出产出来，然后来销售给观光客的，一路跟观光客们讨价还价。这些小贩们呢，每一天就生活在这一个尼罗河上，看着过往往的船只经过这个水闸门哦，伊斯纳水闸门有没有？就这样抛上来，哎呦，有没有？然后呢，他也不用怕啊，他也不会怕你把它拿走哦，因为这个也没有很贵哦，而且他知道观光客不会这么做哦，所以呢，通常丢上来，你要买之后呢，怎么做呢？你把你那一袋留着，他会再抛一袋上来，叫你把钱放在那一袋里面，你再把那一袋丢下去给他啊，这就是在伊斯纳水闸门你可以看得到的。当然你也可以看得到，有没有？就这样抛上来哦，背力要很好哦。当然重点也来了，你就会发现呢，他们每天就在这边呢，跟客人讨价还价，过着无论夏天冬天都在尼罗河上面讨生活哦。不要小看这些船只哦，它要穿梭在这些大船当中，其实也具有危险性的哦。有时候我就会看到他们哦，就会想到，如果他家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小朋友呢，哦，如果呢他是你的父亲呢，你看他每天就在卖这些东西，赚取一些微薄的薪资，回到家里面呢，养着他的一家大小哦。看到无水闸门哦，这个咱在咧看这个长江三峡的这个水闸门，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啦哦。这个狭窄的水道刚好可以容纳尼罗河上的游轮，那这两个大河哦，像大家那个塞尾里来哦，船只进来之后呢，它才会像这点推卸港会在这个闸门里面呢注水哦，水位才慢慢升高。等到游轮跟另外一边的岸边等高之后呢，慢慢的呢，才会呢开启这个闸门啊，让这个船只通行哦。每天这个船只呢就像这样子哦，过闸门哦，然后呢坐电梯哦，缴这个闸门的费用哦，过去哦，每一天来来往往，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哦。那在埃及的旅游，除了下车下船之外，不然我觉得埃及的旅游其实算是很轻松的哦，非常轻松的哦。所以在埃及你可以感受一下哦不一样的埃及之旅。
前面那个漩涡开始的 Uber 哦，开始啊 Uber 啊，接着是水闸门，让我们来观赏水闸门的过程吧。所有的人呢，并期待啊，看看呢船准这电梯啊，有没有啊？尼罗河的高低水位非常的大，它进入在这个闸门之后呢，注水哦，因为这个闸门了，水坑哦，坑到冒开来，到对花的尼罗河水位关键是小港的，那你这专家都有法度运行啊，这以前的人真正有巧得到，所以呢。历史上被人们认为是古埃及文明的源头之地。我们能够在埃及看得到法老、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的功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尼罗河周围的流域面积非常的狭窄，使得整个埃及的人口大量集中在这一条河的边上。密集的人口使得这里成为了非常稳固的农业社会及中央集权，使得法老们有能力建造如此宏伟的金字塔，这也就是尼罗河。第一瀑布是以北的尼罗河，也是古埃及文明的主要的区域。不过，一直困扰着法老及欧洲们各地学者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尼罗河的源头究竟在哪边呢？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现在的人知道它的源头在东非的腹地当中。不过呢，我感觉最困惑的是尼罗河源头有两个啊，一个是东部的伊索比亚高原所留下来的亲尼罗河，另外一条支流是水量丰沛、水质也比较清澈的。南方有另外一条支流叫做白尼罗河，这个白尼罗河上面都漂浮着白色的粘土，而且水量并不太丰沛，所以人们往往将它忽视了。不过，想要追溯尼罗河真正的源头，以及让尼罗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这一条白尼罗河实在是功不可没啊！尼罗河的两条支流，亲尼罗河东非的高原白尼罗河维多利亚湖，在希腊跟罗马时代，所有的人就非常的好奇，可是想要沿着下游的尼罗河域向上追溯，需要经过努比亚沙漠。这对于当时产生了条件底下的埃及人跟希腊人来说呢，简直是太难了哈！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因此，在希腊跟罗马的地图当中，总是将尼罗河显成一个用树枝将头蒙面起来的男神，原因就在这边了哦。埃及后来归了马其顿王国的继业者托勒密王朝，根据历史上面的记载，托勒密二世曾经派出一个探险队呢，前往尼罗河的上游进行探访。而这一支探险队没有能够真正的找到尼罗河的源头，只找到了它的源头之一的亲尼罗河。从这个结果看来，其实也不是很准确了哦。当时似乎已经足够让人满意的一个结果，光找到亲尼罗河，在当时的情况来讲已经很不得了了。后来2000年后，再也没有人进行过真正有意义的探索了哦。一直到50、60年代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呢，这个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呢，其实呢说穿了哦，也就是透过更先进的造船技术，对于地球形状的假说开始向西方的海洋探索的东方道路。这条道路呢，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另外一个呢，它也发现了沿着北非向南部进行，看一看在撒哈拉沙漠的南方到底有什么。当时生产力发达又充满好奇心的欧洲人翻翻地图，发现自己对于尼罗河这一条重要的河流上游是一无所知，所以便派了大量的探险队对其探索哦。那我们也提到了尼罗河的上游有一条支流叫做白尼罗河，它的上游呢，现在普遍认为是非洲东非的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虽然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湖在往南寻找的一些上游的小支流，不过维多利亚湖作为尼罗河沿岸最重要的一个水库的位置是无法撼动的哦。发现这个惊为秘密的英雄就是英国的探险家。那英国的探险家呢，在1827年参加了英国军队，并在印度驻扎回国之后，他对非洲的地理大发现呢，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把研究尼罗河的上游最终源头作为国家重点的一个项目来去作业哦。你想想看哦，1827年呢，把非洲地理大发现当作是国家的策略，可见你看看当时的英国为何能够到如今是世界上的强国，就有它的原因了。因为为什么在当时他既然就已经资助了，甚至认为探勘再发现让国家再往外发展的机会是国家重要的课题。河轮啊，当这个爱德福神殿湖林家停来了呢，这里的马车呢，这一些御马师啊，哇，好像呢，看这个蜜蜂看到花一样哦，哇，全部都簇拥而上啊。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哦，嘛无法度讲哦，要包起来哈，首先的包起来，拢是现场当场哦，这个都由马上呢，桥哦，找这个因为马车内都有一个头头哦，他们会找这个头头呢来敲的啊，我这头我要坐几个人哦，啊，我要那个几只马啊，啊你几只马车哈，啊所以因的现场的敲完哦。爱德福神庙、神殿都可以啊，建于公元前237年，自克利奥伯特拉七世在位的前57年呢。这个时候刚好正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啊。那爱德福神殿这附近的，从这河轮一路过去呢，这种感觉上比较，你会感受到它的整个建筑啊，是属于比较落后一点点的哈。但别有一番风味啦，哈，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而且来到爱德福神殿，你也可以知道，在这一个区块居住的人们啊，比较保守啊。整个呢城市呢，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是属于在埃及比较乡下的地方啊。相对之下啊，道路的建设啊，还有包括它房子啊附近呢，建设当然就没有那么完整了。但也因为这样子，更加衬托跟符合什么啊？更加衬托跟符合了爱德福神殿这个奇妙神话的地方啊。爱德福神殿呢，也是继卡纳克神庙之后最大的古埃及神庙，它供奉的是荷鲁斯，又称为荷鲁斯神庙啊。那建造神庙的时期的背景呢，在托勒密王朝，当时的古埃及已经不算存在了哦。早在公元前525年，波斯灭掉了古埃及，波斯建立了几个短暂的王朝，当时的古埃及它其实已经灭亡了。这个神庙之所以呢，也到现在能够保持到这么完整、这么完善啊，如果你说这边开发过度的时候，有时候还不一定呢啊，还不一定可以保持得非常完善呢，你说是不是啊？那前面有讲到这个爱德福神庙，亚历山大死掉之后呢，帝国版图呢被继业者们所分割，称为希腊化时代。讲较简单的就是呢，这个埃及的爱德福神庙呢，其实哈，以建庙的时间呢，埃及一定去用灭掉伊啊，就对啊。迄个时阵一定无埃及啊，吼。但公元前500几年，埃及就无去啊，哦。顾名思义呢，当时的希腊化文明强烈的影响了整个地中海、东地中海啊，西亚、中亚。管理当时埃及的将领们呢，为托勒密一世开创了托勒密王朝。虽然是希腊文明冲击了当时的埃及，但是如何尊重、有效管理不同信仰的土地，一向是执政者非常重要的课题啊。一个好的执政者对于如何管理及尊重这块土地的人民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是希腊文明冲击当时的埃及啊，但是亚历山大呢，他初次踏上埃及的土地的时候呢，他使用的是怀柔政策啊，接受祭司称他为阿蒙之子的神事，
而后来的托勒密王朝也恢复着修缮着埃及神庙及埃及的信仰，在当时的舞台延续着所以这是很简单古埃及的爱德福神庙的历史历经古埃及的长远历史，来到埃及，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埃及为什么它赚什么，埃及吸引人在哪边。埃及有的3000多年前以前，埃及奇妙，埃及不可思议的一些历史遗迹你走进爱德福神庙即荷鲁斯神庙，你也可以叫它荷鲁斯，眼前就是高耸的塔门，荷鲁斯也就是鹰老鹰之神荷鲁斯神庙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一座神庙呢，一直以来它被埋藏在12米的沙土底下。进来爱德福神庙的时候，你也看到家这个摊贩哇，马上围过来卖这个什么头巾哇，这埃及的头巾是上多人买然后行入来了呢，你会使看到真多爱德福神殿入来了，你会使看到真多外口的这个建设人讲的较上的呢，电脑的 CPU 就是电脑内底是在房就对所以真多人讲这是外国外星人来这起的真多人讲外星人来这个所在来这起建设其实有当下这嘛是人的想象力啦有可能只是说你当时来盖的时候，你当时人家怎么知道后来的电脑长怎么样，对不对？可能是当时盖的时候，然后后来跟电脑之间呢串联起来后来人发明电脑去比照，有一些东西有点相像那现在呢，我们进来之前呢，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爱德福神庙的一些，其实在埃及呢，你可以看得到非常多包含了这种壁画，描述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不然呢就是描述了当时的法老，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的方式塔门高36米呢，塔门墙身刻着托勒密12世鹰首人身的荷鲁斯跟女神哈苏尔面前呢，这打仗的这个敌人所以进来爱德福神庙，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非常震撼的一面。有没有在前面前面那个就是那个门呢，塔高有36米高巨大的鹰首人身荷鲁斯。我们在其实很多的神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荷鲁斯，但是在这边看到荷鲁斯是凶多家而且呢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荷鲁斯的身影都是老鹰对头到尾由里到外，从外柱到内厅都可以看得到荷鲁斯。曾经基督教是埃及最具势力的宗教，因此呢墙上还是有很多雕刻呢去用毁坏，那些都是当时基督教毁坏的有没有看到这些都是画的当时这么久以前要盖这么高的建设，你觉得呢？真不容易吧？你看看墙上都是荷鲁斯，都是老鹰的头这后面就是高36米的爱德福神殿了埃及尼罗河岸的一个城市介于伊斯纳及阿斯旺之间，人口呢大约有6万人。根据埃及的神话，荷鲁斯为了报复仇，与赛特在埃德福大战呢，最后呢他把这个荷鲁斯这个荷鲁斯为报复仇把赛特杀了埃德福从此成了古埃及人供奉荷鲁斯的地方
继卡纳克神庙之后最大的古埃及神庙埃德夫神庙哦，又称为荷鲁斯神庙。你看都是老鹰哦，但是这个卡纳克我们还没去看哦，坐落在埃德夫当地以北有一个古金字塔遗迹上面。我说了哦，金字塔其实不只有一座哦，其实有好几座哦，埃及金字塔哦。那埃德夫最主要的是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神庙，埃德夫神庙建于公元前237年的时候呢，沿着尼罗河岸旁边新建了7座临时阶梯的金字塔，坐落在埃德夫以北的5公里有7座临时阶梯金字塔哦。金字塔是红色的砂岩新建哦。一般认为呢，埃德夫神殿附近的金字塔也是第3王朝法老胡尼命人新建的，但是没有人知道真正新建这些金字塔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这么来说好了，我们所看到的金字塔，其实在埃及呢，以前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啦哦，不是只有单纯这么少的哦。那这也是埃德夫神庙神殿特别的地方，多年来常埋在沙土之下，所以呢，它也变成了埋藏最好的一座神庙了哦。埋了那么久，你看看哦，然后终于重见天日哦。当时的埃及的旅游政府呢，其实曾经呢有想过呢，在这附近呢盖上售票亭啊，在这附近呢盖上咖啡店哦。但后来呢，他还是觉得不要盖好了，后来呢觉得可能呢整体的破坏掉哦。所以埃及的这个政府呢，到后来呢，他选择还是没有在埃德夫神庙盖起这些商业性的行为哦，这是正确的哦。我觉得其实不要盖在景点附近，盖在它的外围哈，会来得比较适合啊，来得比较适合。毕竟呢，不要去破坏原始的这整个神殿的建筑呢，总是最好的哦。我告诉你，你只要呢开了一个例，开下去之后呢，哇，这商店呢就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开起来，你将来要取消都很难取消的，还要经过呢一番抗争，对吧？哦，这就是重点了哦。那天空女神的努特跟大地之神 Geb 生下了欧西里斯、艾西斯，还有跟这个当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大战了啊，荷鲁斯啊跟赛特的大战哦，跟他的次子赛特，次女呢还有什么叫做奈蒂斯啊，之后呢又跟这个次女、长女什么结婚的哦。在以前的社会环境里面哦，近亲远亲有时候是可以联姻的啦哦，有时候是可以联姻的哦。那其实另外一个讲法也是呢，荷鲁斯长大之后呢，夺取王位战争的其中一个算是故事性就对了啊，故事性就对了啊。所以呢，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埃德夫神殿参观呢，就是建在传说中荷鲁斯跟赛特大战之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这都充满荷鲁斯的历史传奇故事，就在这上面哦。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被尼罗河泛滥的泥土呢，当时啦，埃德夫神殿被这个尼罗河泛滥的泥土呢，完全的淹没了。所以呢，在当时的埃德夫神殿呢，当然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保存十分完好的最主要的因素哦。到后来，经过后人的把它整个挖掘出来、开采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出它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面貌。而也因为呢，当时被整个泥土所掩盖的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哦。那我们走到最里面的至圣所哦，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地方，放了一艘圣船哦，里头祭献的金雕像，在神力的加持之下呢，与这个现代怎么说呢？与现代全数复活，展开双翼，飞到了法国或者是英国去了哦。那等一下我们走进去就可以看得到了哦。那在这个神殿里面，其实你可以常常看到天花板是黑的哦。但是因为当时基督教入侵埃及的时候呢，对于很多的神庙想要损毁它，甚至呢用烟熏黑它哈，所以在埃及的很多神庙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样子。后来又经过尼罗河的泛滥啊，就把这个神庙呢给摆开来呀哦，安尼了解了哦。
你来到埃及哈，你也一直感觉讲哦，真奇怪，真神秘哈。像喏，做这个建筑物啊，做这个画像啊，做这雕刻呢，到底是安怎来哈？你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以前的人到底哪来的智慧哈？哪来的工具？哪来的构图？哪来的构思？当然，我相信宗教绝对是推波助澜的最大的重点之一哈。以前的人会有这么伟大的发明，会有这么伟大的建设，99%都跟宗教有关系哈，都是因为宗教而把它推展到极点哦。所以讲这个加特殊的这个做法哦，加特殊的这个感觉的对啊哈。所以尤其是你来到埃及的时候呢，埃及的它虽然它很多的建设呢看起来是单一色的哈，就是没有很多的色彩啊，但是它真正它内部蕴含的那个神秘神话跟不可思议的一些到现在还解不开的谜题啊，让人家来到埃及呢还是会啧啧称奇哈。所以难怪以前的欧洲人哦，欧洲其实是比较后现代的啊，埃及在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所以难怪欧洲后来在攻打在攻城略地世界的时候呢，总喜欢带上一些埃及的文物，把这个神秘的国家的文物带回自己的国家放。比如说在巴黎，你就可以看得到方尖碑啊，神秘的古埃及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曾经有科学家就做出很大胆的假设说，埃及古迹是高科技文明所兴建的，像是阿比路斯的一处神庙就出使类似战机的浮雕，在尼罗河西岸的古埃及埃德福神殿最近呢也是一样啊。埃德福供应的这个人头鹰头人身太阳神荷鲁斯，他也是几世纪以来一直埋藏在尼罗河沉积的淤泥底下，19世纪才被法国的考古学家所发现，因此成为埃及保存最完善的神殿古迹。走到了埃德福神庙里面哦，这里面就是里面我刚刚说的曾经都是金子的地方哦。这里也是制作香精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小密室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黄黄的墙壁啊，这些都是制作香精的地方哦。那放金子的在香精旁边呢，以前呢是孔金个包有没有？برسيم
他们给它这个草给马吃。那经过整个城市中心，看到前面左边的宣礼塔啊，现在的埃及当然呢全部都是伊斯兰教了哈，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哦。但是真正的古埃及以前并不是哦，3000年前的埃及不是伊斯兰教哦，这完全不一样。那经过这沿路上可以看得到卖水果的啦，也可以看得到卖很多是馕哦，就是饼的哦。这是馕这个东西呢，横跨在整个从中国的蒙古新疆一路呢到了这个中国的跨过中国中亚也是一直到了埃及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馕哦，这也是他们的主食之一哦。那每一次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些馕呢就在摆在外面，这些马车呢跑过去呢尘土飞扬啊，就有天然的胡椒粉撒在这些馕上。尼罗河的邮轮特点也就在这边，沿着尼罗河岸欣赏尼罗河岸所有的神庙神祇啊，然后呢坐着这个马车啊，下船的时候坐马车，走路，有时候有巴士来接啊，行李就放在船上啊，沿路上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可以看得到哦。尼罗的河轮呢，在埃及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